日本启动5年扩军计划，企图遏止中国大陆2027年的统一，中日对决或不可避免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千少。在中国举行20大之际，日本对解放军的现代化路线图和建军100年目标非常敏感。据路透社报道，日本政府官员和安全分析人士确认，从现在开始至2027年这5年间，日本将展开2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，以吓阻中国在2027年可能开启的统一之战。日本政府在2019年的防卫白皮书中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，并决心阻止中国可能完成的统一大业。日本的安全专家称，俄乌冲突的爆发让日本的焦虑日益加剧，从而削弱了日本公众对重新武装的反对态度。东京拓殖大学的教授川上高司说，到2027年时，东亚势力平衡可能转向有利于中国。日本政府现在处于有利的地位，可借此去做任何力所能及之事，也就是要加速提升其国防开支。日本东京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松田康博表示，日本需要面对更加严峻的局面，也就是美国对中国可能发起的武统不做出回应，因此日本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，以降低中国主动攻击驻日美军的可能，并增加对台军事行动的成本和风险。按参与国防建设计划的日本政府的高层的说法，日本政府官员对于2027年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，必须把5年内能列装的武器当成优先要务。这里面就包括改进型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，购买美国生产的联合攻击弹药，以英国共同研制隐身战斗机，采购 NSM 反舰导弹等等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在武力干涉台海的意愿方面，日本是个比美国还要积极的国家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，日本在东北亚的战略安全利益将严重受损，或者说变成一个不再重要的国家，甚至连美日同盟的战略价值也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。所以就算美国因为中国军队实力的强大而放弃干涉台海事务，日本也不会轻易放弃。美国政府和军方也不提直接下场干涉台海事务，而是推动所谓的综合威慑战略来吓阻中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。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将会上演一场持续数年的军事科技竞赛。美国因为不知道中国大陆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会采取军事行动，再加上中国军工产业链更健全，这也让美军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。但是现在如果看一下日本的军事发展规划，我们就不难明了其套路与美国也是一样的，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来威慑中国，以阻止中国大陆完成统一大业。再加上日本对2027年解放军动手的判断比较统一，这就要求尽量推进能够快速量产并形成战斗力的远程打击武器，其重中之重又是改进版的12式巡航导弹，而隐身战斗机现在看来是赶不上了，而 NSM 反舰导弹的射程又有限，想威慑解放军也比较困难。所以日本为阻止中国大陆的武统行动所采取的威慑计划，核心就是陆基远程巡航导弹，因为这些导弹可以打击中国沿海的军事目标。不过12式导弹是亚音速巡航导弹，而且制造成本比较高，突防能力相当有限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一方面要加强对日本导弹的预警能力和拦截能力，另一方面呢，还要加强对日本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威慑力，也用更多的陆基导弹瞄准日本，并随时准备将其打残。过去中国在陆基中程弹道导弹领域有着绝对的优势，主要还是考虑美军介入的情况，未来就要为日本的参战做好准备了。
总体来看，日本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意愿非常清楚，只是能力欠缺。而中国要做的事儿，就是通过能力的展示，让其放弃幻想。如果日本的右翼政客贼心不改，那么下场将会很惨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